係咁，網友嗱，呢兩日一個比較大嘅新聞，關於呢個 AI 嘅就係黃仁勳喺 GDC 度就話就已經可以出貨 H200咧，就出去中國啦。呢個咧係搞咗成兩年嘅嘢嚟嘅。我將成個故仔講翻晒俾大家聽，而大家聽下背後嘅 consideration 嘅。大家有冇發覺咧？年紀大咗，血壓就算係未超標都好咧，都開始窄界啊。然後行兩步咧，哇就喘晒氣冇力。其實心臟咧每日要跳大概10萬次嘅，就好似個電池咁樣啦。我哋要保養同埋充電㗎。嗱，我就推薦呢一隻韓國 Hankook Life 嘅 Q10，佢裏邊咧有5合1嘅強效配方，專係為銀髮一族咧而設計嘅。嗱，每日咧就食2粒就得噶啦。食2粒咧就有100mg 嘅黃金份量嘅 Q10，唔單止可以抗氧化啦，同時咧可以改善你嘅高血壓。佢仲會幫你咧嗰啲細胞粒線體入邊產生能量，咁會點咧？就係令到你精神旺盛啦，同埋好快速咁樣可以恢復運動嘅疲勞啦。而佢最正嘅地方咧，就係加咗9個 mg 嘅鋅，咁啊針對銀髮族最弱嘅免疫力同埋細胞健康做防護。咁同埋咧，裏邊有維他命 B1 啦、B2 啦同埋 C， 幫助身體嘅新陳代謝同埋充電。食咗佢咧，心臟會有翻啲力啦，然後血壓咧就靚仔翻晒，咁人就會精靈好多啦。全線嘅俏貓貓實體店同埋網店都有售噶。大家有冇？係嗱，呢隻 Q10 咧就係240粒嘅嚇。佢哋每日食1粒咧，食8個月啦。如果你食一日可以食2粒嘅，咁就食4個月，所以咧係好平嘅，4個月至8個月。聽晚直播石油危機會唔會引起滯脹或者衰退嚇？真係攞到中國訂單啦 ！H200 已經重啟。呢個黃仁勳3月18號喺 GDC 2026大會上面宣布，已經恢復 H200 AI 晶片對中國客戶嘅製造同埋出貨，因為輝達已經收到好多間中國客戶嘅訂單。中國客戶可以入口啦。嗱，佢哋要入口咧，要問中國政府申請咗，攞咗個入口 permit。佢哋要整呢個 plan 出嚟嘅。我究竟要入口幾多本地晶片，幾多入口晶片？點解？然後咧，由美國政府出口許可，相關晶片製造咧，幾個禮拜前重啟，大概1個月前啊，佢哋先至係停產咗嘅。其實係嚇。幾個月前冇幾個月，1個月前預期崩潰，表示將會放棄中國市場，認為 H200 冇辦法為嗰個市場生產。結果18號宣布重啟，由放棄市場啊到市場重啟，呢個唔係單純嘅商業抉擇，係中美呢個複雜嘅博弈進入咗個全新階段。嗱，呢次嘅復行咧係有條件嘅，唔係完全冇條件嘅開放。呢個係傳出嚟嘅，每一個 buyer 咧只可以買75000片，唔可以買100萬片。嗰個邊個人買點樣用咧，係要美國審核過嘅。中方咧係要俾咗 permit 嗰個嘢先准入口。呢個咧係進入咗個新嘅階段。呢個 GDC 震撼彈啦，絕望後有限度嘅勝利。呢個咧整體出口數量咧，我覺得係幾十萬片，即係你去翻以前嘅1半咁上下啦。美方嚴查，針對終端用途，你要嚟做乜？擺邊度？買家邊個買？你係咪真係用咁多？出口審查。中國政府咧就要俾咗 permit 你。permit 咧，你間公司咧就要話俾佢聽，我要用幾多晶片嚇？點解有一定嘅晶片咧要用外國嘅？你解釋到俾佢聽，我又幫襯咗幾多國內晶片，然後先至俾你用。呢個係雖然對中國市場嘅預期一度崩潰，但係黃仁勳講，我對重新啟動 H200 感到樂觀。我哋係回顧歷史啊，由 H100 到 H200 嘅演化。初期咧係準賣去嘅 H100 係 H100 準出口，滿足咗嗰陣時咧，中國咧搏命搶啊，所以咧佢哋有一啲高階晶片嘅，
高性能 AI 嘅需求取得顯著成績。咁結果咧就係拜登時期，美國商業部咧已覺得唔得喎，唔可以俾中國有咁犀利嘅 AI 啊！第一驚用喺軍事啦，第二其實唔係嘅，喺 AI 競賽嗰度咧，佢都唔俾中國有咁高嘅 AI， 呢個就係、其實係經過咁嘅啊。H100 初期咧冇限制嘅啊，呢個需求極高，曾經有一啲係去咗，咁結果咧呢個美國商業部長嗰個女人咧就話唔得。呢個咧即係等於嗰時 supercomputer 咧，本來係用 Intel 嘅晶片，後來就禁咗 Intel 嘅晶片，一樣性質一樣。於是咧就要佢唔可以嗰個頻寬啊，互聯頻寬啊有個限制，即係咧晶片同晶片嘅互聯咧係有啲限制，你就唔可以將太多嘅晶片堆搭埋一齊。於是佢就閹割咗佢，就出 H800。初期放行，後來咧放行咗一輪之後咧，又嚟同佢講 H800 都係唔得，市場好熱烈歡迎啊！仲係唔可以淨係限制嗰個頻寬，要限制埋嗰個算力。於是第二次閹割變咗 H20啊 ，H20咧。係降階多好多嘅，都好好生意，係爆燈嘅 H20係，都係佔咗80%市場嘅。到咗 Donald Trump 政府 ，H20都唔得，直接禁售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去到咧黃仁勳就係翳佢啦，呢個就係嚇。咁翳同 Donald Trump 喺海湖莊園傾個數，搞咗好耐，講咗好多理由。你唔賣俾佢咧，只係等佢自己做啲晶片出嚟嘅啫。終於咧，我哋嘅霸權咧就冇咗嘅。終於美國政府肯放 H20，肯放 H20咧，好多人搏住買。美國政府、中國政府唔準買 H20。佢表面講嘅理由咧就話呢個懷疑呢一個 NVIDIA 咧係有後門嘅，呢個晶片係唔安全嘅。咁呢個真係好難搞喎，有冇後門咧就好難發現嘅。第二就係咩咧？太過低級啦，唔需要買。佢嘅算力咧同升騰咧係差唔多嘅啫。點解你哋唔用升騰啊？冇得搞，停咗。於是黃仁勳又翻嚟講賣 H200，呢個咧係個閹割版嘅 H200，性能回溫，但係受控啊，附帶嚴格嘅審查同限額。好啦，到美方批准咗咧，中方呢個中國嗰啲廠去買咧，突然之間話唔得，棘咗喺度，到中方批准咧，美方又棘咗喺度。黃仁勳咧心灰意冷，終於又搞咗大輪，終於嗰啲 buyer 咧喺中方攞到個 permit， 而佢係攞到美國商務部嘅批准去賣啦，接受有限度進口。嗱，一陣我解釋俾大家聽。H100係咁 ，H100係降級，其實係咁嘅。佢呢個咧係30% 去到閹割到呢度，然後咧呢個就重啟高階算力。H200咧點解 H200 佢要放 H200咧？嗱，我首先要講美國嘅規則係點 ？AI 晶片同埋高階晶片同埋高科技個原理就係，如果大陸做到嘅嘢，佢哋就可以賣；大陸做唔到嘅嘢唔准賣。喺半導體製作 AI 都係，如果你橫掂自己都做到咧，我就賣俾你噶咯。點解啊？咁樣咧就可以打擊咗你個本土產業。你慣咗用我啲嘢咧，你就好難 develop 到個獨立嘅產業出嚟。NVIDIA 高層同 Donald Trump 係進行好艱難嘅博弈同交涉，成功攞到 H20。
而咧係好多需求嘅，唔係嘅。但係中國政府唔俾佢出口政策變得更加強硬嚇。Donald Trump 首先全面禁止 X20，因為佢哋嗰度咧就有好多嘅反華派嘅。咁於是 NVIDIA 就面臨咧冇咗中國市場，佢喺中國市場咧其實已經有90%，最後咧都有80%。佢話咧我哋而家個市場咧跌到0。咁中國做唔做到啊？佢做到升騰出嚟，升騰咧係7納米嚟嘅，同埋寒武紀係14納米嚟嘅。咁佢用多啲晶片搭埋咧都得嘅喎，其實係都大致計出嚟。咁而中國嗰啲廠公司不停同佢買啲晶片，咁佢哋咪越做越好咯。咁終於咧成個中國市場我哋冇咗喎，呢個影響咗我哋咧。冇喺佢度賺到錢啦，就少咗啲錢做 R&D 喎，或者終於佢哋搞到威脅到我哋嘅地位咧，咁咪好蝕底。嗱，呢個就係黃人分地嘅 argument，係4個角度嘅，中美中兩國同市場力量嘅拉鋸戰，有美國鷹派政府、美國科技巨頭呢邊係盡量唔好賣。呢邊係盡量賣，呢個中國政府同埋國產派，即係主要都係中芯啊、寒武紀啊、華為啊呢啲人同埋政府，盡量唔好俾你入口。中國用戶嗰幾個大用戶，字節跳動咧係搞到要而家喺海外租咗啲晶片嚟到做嘅，呢個喺海外嗰啲 data。咁咧就係字節跳動啦、阿里巴巴啦、騰訊啦、呢即係字節跳動即係豆包啦、百度啦呢啲，佢哋就話 DeepSeek，你唔俾佢用外國晶片啊？呢個 DeepSeek話你用升騰個大模型根本 run 唔起，以1萬億以上嘅呢一個1萬億以上嘅，你係 run 唔起嗰個咁大規模嘅參數嘅咧，你係 run 唔到用升騰。咁咧，我哋嘅 AI 技術咧就嚴重落後。NVIDIA 夾喺中間，兩個理由：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，第一防範軍事威脅，防範 AI。佢終於威脅到美國，呢個就盡量唔賣。呢個中國市場同本土競爭，華為、升騰同埋大陸政府盡量唔好買，一上一下劫死咗 NVIDIA。美國各部嘅兩難，國內紅線同矽谷嘅護城河，呢個就係美國反華力量就係堅決唔準賣晶片俾AI 晶片俾中國，因為佢會用喺軍工度，會打翻死美國人，威脅到美國嘅國防力量。第二，你賣咗 AI 晶片俾佢，佢嘅算力增加，佢嘅國力增加，喺 AI 嘅技術增加，對美國有咩好處啊？呢個好啦，對 NVIDIA 嚟講咧，失去中國龐大嘅營收，就削弱咗佢對下一代研發嘅 R&D， 放棄市場不僅係商業損失，而且咧俾人哋有好多錢吸引中國市場咧，係嗰陣時係200幾億美金啊！我諗今年400-500億美金啊，佢哋好多錢做 R&D 喎，會唔會終於威脅到我哋咧？美方考慮高端晶片幫助中國嘅技術，呢個用於軍事轉型。咁於是咧就要精確打擊啦，喺放行加好多限制同條件，核心邏輯維持美國喺人工智能領導嘅地位，本土扶植本土晶片，減少對外國高端技術嘅依賴，如果咪成世都獨立唔到噶啦。全力支持華為、升騰，建立
自己可以控制嘅，唔使靠人。好啦，百度、字節跳動、阿里巴巴呢啲，而家我哋同人鬥緊 LLM 啊，冇算力點算啊？冇算力點算啊？ H200 嘅放行啊，喺中國內部長期自主同短期技術唔好落後之間嘅痛苦平衡。結果美國放行數量有限，聽講話75000一間，咁你可以賣到我諗賣到百零萬啦，10零20間嚟賣啦，呢個賣到100零200萬。而每一間買嘅咧美國都會睇住你係做乜嘅，即係如果你同軍工企業有關咧，唔准買。你喺呢間車房買，呢間廠買，自己想喺呢間廠嗰度用，我會揾人哋查你。而且你要買翻5成、6成嘅本地晶片，黃仁勳重啟生產，獲得部分中國訂單。NVIDIA 一定要喺配額限制咗，個性能又限制咗，但個性能就一定要好過大陸啲晶片。如果唔係邊個同你買呢？呢個係喺度走緊鋼索。中國利用 H200 嘅算力嚟到提升佢喺 AI 上面嘅技術，短期內，長期咧佢就留翻一半通道，係谷你哋買舉國體制嘅芯片，預備突圍。高端 AI 算力咧已經徹底武器化，全球科技產業陷入技術呢個脫鈎同局部妥協交替出現。即係點講啊？而家大家鬥 AI， 咁究竟中國 AI 同美國 AI 係脫鈎啊，還是係有聯繫嘅咧？呢個係呢個技術脫鈎，還是大家局部妥協？喺呢度咧尋求一個平衡。市場利益、晶片霸權、國家，於是有個平衡點。科技戰由全面封殺轉向精準地限制你。NVIDIA 翻去戰場，但係數量同性能成為常態。點解呢？點解佢 H200 加少少閹割準俾你呢？因為佢有 B200 啦嘛 ，B100、B200 啦嘛。佢而家俾得你已經第二季呢已經出緊 Rubin 喎。你又進步佢幾十倍、10幾20倍喎。咁係咪買 H200 都冇咁大問題呢？ H200 嘅重啟不僅係個商業勝利，係兩大經濟體喺極限施壓之後摸索出嘅一種生存法則。其實咧就包括咗美國嘅技術係咪已經又領先好多先？賣俾你嘅係咪已經係冇咁重要嘅嘢先？第三，你係咪接近自己做到先？如果係呢，我就賺你一啲錢，咪買啲俾你咯。其實就咁解。冷節縮影啊！輝達重返中國市場，但數量同效能雙重加鎖，個市場嘅份額就細咗㗎啦。呢個係全球 AI 喺限制同突圍不停喺度搖盪。H200 就係一個微小嘅縮影。H200 嘅重啟生產唔係終點，而中美喺 AI 技術、國家安全同市場利益深度博弈嘅重新起點。呢個係 H200 嘅故仔係全球科技競爭嘅一個開端。呢一個係你再遲啲咧，你會見到咧，就係喺量子電腦啊，喺呢啲嘢上面咧，係同樣有呢啲咁樣嘅限制。即係光刻機初咧就係唔賣，乜都賣，就變咗唔賣呢個極紫外光，然後咧就深紫外光嘅浸潤式都唔賣，賣俾你嗰啲咧只可以做到28納米嘅啫。其實就係咁咯。好啦 ，NVIDIA 咧，大家睇下，長期冇升過，佢上次升咧係2025呢度開始減息，去到而家咧大半年徘徊冇升過。嗰陣時曾經喺呢度試過同樣嘅嘢，然後跌翻落嚟，跌咗落嚟之後咧，於是但係佢生意好好，呢個時候啊生意都好好喎，但佢就唔升，因為呢橛升得太多，佢咧跌翻落嚟。結果咧呢一段再生咗好咧飆上去，但去到呢度咧陷入嗰個
plateau。我係曾經解釋過俾大家點解嘅，呢個就係佢哋覺得咁大間公司再冇呢個快速增長嘅餘地。同埋嗰幾間掟咁多錢落去買 NVIDIA 嘅晶片，佢哋賺唔賺到錢啦？仲可唔可以繼續啊？即係呢啲咁嘅問題。結果咧，呢一次咧，我講俾大家聽，停滯咗咁耐，照我估計咧就會有下一段上升㗎嚇，有下一段上升。只要佢累積嗰個業績夠高，始終呢隻股票唔能夠睇得低。佢而家4萬幾億呢隻股票，佢其實 forward PE 咧係23倍啫，一隻增長73%嘅股票，嚟緊嗰2年起碼都50-60% 增長，有乜可能係23倍 PE 嘅咧 ？NVIDIA 就係如此。我哋睇下嚇，佢喺中國嘅份額。佢嘅 financial year 2024咧，其實就係2023嚟嘅。呢個其實 fiscal 咧，天然咧2023，呢個2024，呢個2025。收入123億，佔2成嘅，從來都係佔2成到。到咗2024咧，就做250億美金，係19.2。2026咧。頭嗰3個禮拜，三個季都有得交，後邊冇得交，瓜咗，即係跌到9.1。出口管制前咧係90%，後來咧80%，係曾經跌到0，而家咧就反彈翻上去。我相信咧係冇可能去做到咁多噶啦，呢個係。如果有50%咧都好好噶啦，50%至60%，但係大陸嘅市場大咗好多。300-400億啊，個市場係個需求係，所以咧佢做到一半咧都有200億啊，200億咧，但係佢而家要抽25% 俾 Donald Trump 政府喎，就冇賺呢個係啊。好啦，年度清貨嚇，呢一隻係三文魚 PDRN 修復再生爽膚棉心形設計啊，40片好靚。然後加呢個三文魚 PDRN 再生精華液，兩隻加埋318蚊，減到188蚊俾你睇下。時光帶走咗一代人嘅背影，但呢份手作嘅倔強，我哋仲係想幫香港留住。有啲味道，食一次少一次。香港製造大廚系列嘅竹升手打蝦子麵。俏貓貓為你守護住呢份堅持，冇噶啦，全香港就係得呢間做手打竹升麵嘅，係得咁多。你食落個麵身咧，佢係有種韌性喺度噶，同你係喺出邊買嗰啲蝦子麵咧完全唔同嘅。今次係賣到超抵價，從來未試過賣到咁低噶啦。呢個商周呢個係蝕本價，想推廣呢種味道俾大家嘅啫，73蚊一盒，真係要搶嘅，粗麵幼麵嚇。仲有大煮湯包賣到斷嘅，儲咗好耐，精選你可以買就食1個禮拜，88蚊3包任你揀，138蚊5包，咁你翻去咧可以食1個禮拜噶啦嚇。原價咧每款58蚊嘅，呢個係半價嚟嘅，呢個係半價嚟嘅，好好飲啲湯真係。